奋不顾身，走每段旅程。谁该被爱，谁该去恨，如何区分？眼前未必真，时间会作证。绕了一圈，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。梦和醒哪个比真？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牺牲，对错却没有追问，以为该发生却没有发生。等到想拥抱，怀抱已变冷。我们用力挣脱，渴望重生，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。以为该结束，却继续放任。等到伤痕累累，才肯承认，发现离开是用转身，而忘记却要用尽一生。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。你不要以为你真的是张家的大少爷，你只不过是东哥捡回来的野孩子。别胡说八道了。我没有胡说八道，你不相信你问他，他心里最清楚他是不是野孩子。够了。我是好心提醒他，免得他以为他真的是张家大少爷，在我们面前摆姿势丢人现眼。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欣雅，你说。碧池阿姨说要进了金房，立行阻止她。其实没什么，只是大家意见有分歧。我再郑重的说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我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这间房间。谁要是再打这间房间的主意，立刻离开这里。爸，我先下去了。你也真是的，刚才妈给人家欺负，你为什么不帮我说话？都说不能进去了，你硬要闯进去，现在闹成这样，你开心了吧？喂，是那个老家伙神经有问题啊！人家都走了20几年，他还当宝贝。如果他没有他的心的话，早就回来了，干嘛要等到现在啊？这是你们上一代的恩怨，你为什么针对立行呢？你为什么一直替那个野孩子说话？野孩子多难听啊，他是无辜的。是，他无辜，全部都是妈的错，整天帮着外人。你不要忘了，我跟你才是一家人。他是什么外人？你为什么说他是养子？是你继父跟我说的。我记得大概是他2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赵老板把立行带回来，要大家当立行是他的儿子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张立行不是东哥的亲生儿子？那你知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张老板从来没说过。既然他是养子，他就根本没有资格接管张家的生意。你爸只有3个亲生孩子，最大的张俊峰现在下落不明，之后就轮到你了。女儿，你是最有资格接管张家的生意。听妈的话准没错，我是不会害你的，心情好一点了吗？我看起来像是在生气啊。根本就是在生气嘛。我真的是养子啊，凭什么生气？我只是不想阿姨破坏房里的布置，里面都是大哥小时候的东西，要是弄坏了，爸会很心痛的。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？那你亲生父母是谁？我是2岁的时候来到张家的，之前的事情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后来我问过爸，可是他没有说，慢慢的我也就不问了。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？爸对我像亲生儿子一样，要不是妈不喜欢我，
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领养的。给我！立信，不准你抢俊峰的玩具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俊峰不一样，你只是个养子。一心，你干嘛哭了？妈妈说我跟哥哥不一样。子越，为什么跟小孩子说这种话呀？俊峰，我们走。爸爸，为什么妈妈对我那么凶？一心啊，妈妈可能心情不好，别在意她说的话。乖，没事的啊。张太太为什么会这么讨厌你呢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可能因为我是养子的关系吧。原来你的童年这么悲惨啊！也不能说是悲惨了。从小到大，爸都对我很好，让我几乎快忘了自己是个养子。难怪你这么孝顺老板啊！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好好报答爸对我的养育之恩。只要爸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无论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你对老板的这份孝心，他一定感受得到。谢谢你听我诉苦，说出来心情就好多了。不用这么客气的嘛。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，真的很好。朋友嘛，就应该互相照应。以后如果有什么事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没想到今天的 pitching 那么顺利，我们成功得到这个 project。你的设计概念这么好，所有细节都有考虑到，客户当然满意了。是因为你教导有方，我才会有那么大的进步。这个项目交给你负责吧。你对我那么有信心，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。我会好好表现的。哎，既然那么开心，我们吃饭，我请客。今天不行啊，我临时要去见一个客户，下次吧。好吧。走吧。东哥，今天怎么这么有空过来吃饭呢？想念你的手艺啊！明白，老规矩。静雅，我给你来一份这个橄榄油沙拉鱼排，再来一杯玫瑰露柠檬草加蜂蜜，最适合又甜蜜又漂亮的你了。东哥那么巧啊，你也在这里吃饭哦，不介意我坐下来吧？我是听说这里餐厅食物不错，我就过来试试。东哥，这位是？我是慧珊的妈妈。哦，你好，怎么称呼呢？叫我碧芝就行了。啊，碧芝姐你好，我叫永强，是紫园餐厅的主厨。东哥是我的表哥。啊，对了，东哥，最近紫园餐厅的生意不错，比起前几个月，生意额上升了20%。太好了，那我希望你继续把餐厅做得更好。放心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碧芝姐，那请问您要吃什么呢？当然是你最拿手的。我听说你厨艺很好，我也想试试。好，没问题。你们稍坐一会，马上就可以吃了。谢谢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辛苦你了。不会不会。东哥，这里餐厅的环境是不错哈，可是我就觉得它菜色一般，没有卖点。我觉得这里的食物挺好吃的。你对食物有研究吗？不要不懂装懂。其实啊，这里的食物挺合我胃口。东哥，我没说这里的食物不好，我只是说没有特色，没有卖点。那如果让慧珊来管理这间餐厅，肯定会把这里发展得很好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啊，吃饭的时候不要谈公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东哥，我去个洗手间。我在工作，有什么事啊？5万块这么多啊！现在就要？好了，我想想办法。你们有没有人见到我的戒指啊？我的戒指不见了。什么事啊？东哥，我的钻石戒指不见了。
会不会是放在家里你带过来啊？不可能，我前2年还带着的，之后我还放进首饰箱里。你确定没记错吗？我怎么可能记错？这枚钻戒那么贵，肯定是被人偷了。但是家里只有我们几个人，不可能会被偷的吧？会不会是你掉在外面的？是啊，如果是雅缇捡到的话，他一定会还的。哎呦，这很难说，毕竟人心难测。哎呀，雅缇不会的了，雅缇在这里工作了10几年，没有东西不见过，不可能是他的。雅缇虽然不会，可是很难担保外人呐、你不要忘了，家里还有2个外人。妈，你说这样的话干嘛？我是说实话，这里只有你姓张啊，其他2个都是外人。所以你是怀疑我们吗？我没这么说，不过为了证明你们2个人的清白，最好让我收一收你们的房间。这样吧，你这么喜欢收房间，那先收我的房间吧。东哥，那倒不必，你又不是外人。我已经告诉过你，在这屋子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外人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？借不借戒指的是我，你怎么可以袒护别人呢、这么说，我也是你老婆会生的妈，你那么偏心帮着别人，这样对我公平吗？爸，没事了，阿姨想收就收吧，我们没做过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对啊，你想收就收吧。还是年轻人通情达理。好，那我去收了。阿姨，找得到你的戒指吗？哎，对不起，找不到，打扰了。现在去你的房间。对不起。没事，他找不到就不会怀疑我们了。走吧。找不到吧？走吧。不行，戒指那么贵重。你看，找到了。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真的没有拿你的钻戒。爸，我相信新雅不会拿钻戒的。那我的戒指怎么会在他房间出现？难道戒指会长脚自己跑进来吗？东哥，这次你要替我做主了。我觉得新雅，她应该不是故意拿你的戒指的，她可能只是觉得好看，借来看看而已。我真的没有拿他的钻戒，老板。这一次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下次再犯的话，立刻离开张家。不是吧，东哥？偷东西那么大件事，你这样就算了？戒指已经找到了，我是觉得大家以后不要再提起这件事情。好了，回房去吧。算了，找到就好，走吧。大侠都被你迷惑了。你一定是为昨天晚上的事情不高兴了。老板，我真的没有偷那枚戒指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戒指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偷。不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马上辞职。你不用辞职，要说声对不起的人是我，因为我相信你绝对没有偷那戒指。你相信我？当然了，要说贵重的东西，我房间多的是，我从来没有不见啊。那你昨天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啊？直觉告诉我你是被陷害的。这个人有可能是惠山的妈妈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我只觉得这么小的一个戒指，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就被他照到。如果再追究下去，只会让惠山更难看。所以，只好让你受委屈了。在这里，我慎重地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啦，只要你相信我是无辜就行了。我绝对了解你的为人，我当然相信你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可以跟你借5万块吗？我妹妹急着动手术，
不动手术的话，很有可能会中风。没事，这5万块我送给你，就当是补偿昨天晚上我让你受委屈的事情。不行啊，这笔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。我说不用还了。那谢谢你啊，老板。行林，哥买了些 cupcake 啊，要不要吃？你再不吃东西的话，身体没病都变有病了。你想吃什么？跟哥说，哥去买。谢谢哥，你先放这吧，我等下来吃。林，好消息，姐收到钱了，可以马上动手术了。你找到5万块啊？喂，心凌，太好了！我不想要动手术。你傻了，你不动手术，你会中风的嘞。我怕，万一手术失败，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医生都说了，又不是什么大手术，不会有事的。可是什么？我怕。你不是很想重新站起来吗？对呀，你先把手医好，再把脚医好，然后呢，哥陪你去骑脚车。我们可以从 East Coast 骑去 West Coast， 再从 West Coast 骑去 Woodlands， 好不好？好啦，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OK。都已经几个小时了，手术为什么还没有结束啊？你不要再担心了，搞得我也很紧张嘞。放心啦，心凌她一定会没事的啊。医生，我妹妹她怎样了？她的手术很成功，等麻醉药过去后，就送回去病房。谢谢你，医生。谢谢你啊。The Grand 集团再次放出消息，他们希望可以收购 Pongo 那块地段。听说你跟 The Grand 的老板挺熟的。他是我女朋友的父亲。难怪你这么积极。我可是公私分明的。我仔细看过 The Grand 集团的收购建议，我觉得他们开出的条件很不错，所以才向你提出这件事。不过接不接受还是由你决定。你不要介意，这个事啊，我想迟点再确定。最近啊，我脑海里面全都是子杰，惠山已经回来了，但是子杰呢还是无声无息。你曾经答应过我，尽快帮我找到子杰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很抱歉，子杰母子突然搬走，这件事才有一些棘手。他们搬走了？目前我查到，他们母子俩出境去马来西亚，但是还是没查到他们住的地方。他宁愿躲到马来西亚去，也不让子杰认我。你放心，只要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把他们带回来。好，现在所有的事先搁着吧，这个是首要事情。妈咪，什么？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唱这首歌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不要住这边了啊？
我真的要疯掉，我无聊死了啦。宝贝，无聊的话呢，你就出去走一走。以前你常说啊，你很喜欢马六甲的。Hello， 我喜欢马六甲，并不代表我住在这里 ，OK？ 听听啊。哎，来了，这阿伯呀，这么大了哦。哎，我带了鸡蛋卷给你们吃。哇，谢谢你啊。这次你回来很久哦。对啊。打算常住啊？应该会。哇哟，这么啊？那有空我们再聊啦。我先回去洗衣服。好啊。妈咪，求求你了，我不要待在这里，我们回新加坡好不好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那你告诉我，我们在这边能做什么？什么都可以做，就是不可以回新加坡。我们如果继续待在这里，我不是被你的歌声吵死，就是我肚子饿死了。有我在啊，我是不会让你饿死的。Excuse me， 你的 CV 有多少？只有那么一点点呢。我都没有工作，继续这样下去，我们怎样生活？就算饿死，我也是不会让你回去找那个男人的。OK， 妈咪，我们不见那个男人，我们只回新加坡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如果你真的很想不要我的话，那你就回去啊。哎，妈咪，你真的不讲道理嘞！爸爸。我想你啊。你真的这么想他吗？你竟然敢在我面前演戏啊！你别忘记，你是我儿子，你动一下屁股，我就知道你想做什么。可是妈咪，我真的很想他嘛。我管你真还是假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就是不准你回去见他。说屁呀！疫情又出国了。他去了意大利出席一个研讨会，要下个礼拜才回国。这孩子就是这样，事业心太重。你还是快点跟他结婚，把他绑住。疫情很享受单身生活，我不想逼他。看来疫情就是被你宠坏的。对了，绑儿那块地进行到怎么样？有点棘手，可能需要点时间。我已经给了你很多时间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？Uncle， 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拿到你想要的那块地。对了 ，Dr. Jones 那里我已经帮你打过招呼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。谢谢你。是谁的面子这么大，需要我动用道人金牌联系 Dr. Jones？ 是一个朋友的妹妹。看来你这个朋友很不简单，不会是个女的吧？的确是一个女的，而且是张庆东身边的女人。原来你是在为我的计划铺路。Cheers。嗨。Hello， 建东哥。心凌，情况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手指不再麻痹了。太好了，这个送给你的。谢谢。对了，俊峰哥，你看，上次你送我的魔术方块，我已经完成了。比我想象中的快啊，不错啊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谢谢你来看心凌啊。别客气，心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顺便带个好消息给你们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已经把心凌的病历寄去澳大利亚给 Dr. Jones， 他已经回复了。他说啊，他的情况是可以医治的。听到了没有？可以医治的。只要心凌准备好，随时可以飞去澳大利亚。我不想去澳大利亚，我怕坐飞机。
坐飞机没什么好怕的，就好像你平时坐德式巴士一样，只是飞机在天空上飞而已。我不要，坐飞机发生意外的几率很高。他的养父养母是在空难中过世的，所以他不敢坐飞机。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我们可以安排 Dr. Jones 过来这里替你医治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只不过医疗费会比飞过去澳大利亚高。这样啊。您，医疗费姐负责，不用担心。如果我们请 Dr. Jones 来新加坡办心灵医治，费用大概多少钱？保守估计要30万。我要去哪里找那么多钱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替你想办法。你已经帮我很多了，都不知道要怎么报答你啊。你现在有一个既可以报答我，又可以赚点医药费的机会。我有个 uncle， 他对庆鸿集团在澎湖那块地段很感兴趣，可是张先生一直不肯脱手。如果你可以说服张先生点头卖地的话，你可以得到5万块的佣金。张先生一直很听你的话，如果你愿意帮忙，这应该不是难题。我没信心可以说服他，但是为了佣金，我会试一试。美兰，帮你买了早餐啊。哎，Helena，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去叫我宝贝起床。帮你拿去厨房。好，谢谢。宝贝啊，起来吃早餐了。宝贝啊，好心你了，不要再演戏了。你看你自己演来演去都是一样的，来点新鲜的嘛。这种老桥段我是不会上当的啦。真的很爱演哦，起来啦，快点！真的很辛苦啊。呀，你真的是很辛苦，你给我起来啊！你给我起。宝贝啊，为什么你这么烫啊？啊，阿莲啊，阿莲，什么事？阿莲，我的宝贝发高烧了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哦，我昨天晚上小便都有血了。会不会是得了 cancer？ cancer？ 我看你还是快点带他回去新加坡看医生。哦，宝贝，我们现在马上回新加坡啊！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根据检验报告，他的肾脏发炎了。那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？医生，你要救救他！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不能有事的啊！你不要太担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力医好他的。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啊！宝贝啊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宝贝，你不能有事哎，不然妈咪也不想活了。没事的啦，妈咪，你就让我见老爸一面吧。我是怕以后没有见。喂，不要胡说八道啊！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那你就让我见他一面吧。妈咪，你就让我见老爸一面吧。李律师吗？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。姐，爸在这里，爸来看你了。
老爸，真的是你啊？当然是我了。妈咪啊，我可不可以？现在最重要是把你身体养好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子杰啊，妈妈说的对，先把身体养好，知道吗？美兰，我能不能跟你聊几句啊？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你还是那么固执。为了避开我，竟然把子杰带到马来西亚去。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不用你管。但是你没有想过，子杰在那边发生什么事的话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这一切不都是你害的吗？如果你不跟我抢子杰，我怎么会带他离开新加坡呢？你别忘了，子杰也是我的孩子啊。你当初不是说他是我跟别的男人生的吗？你现在为什么又想认回他呢？当时我是一时糊涂，误信谣言，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想要弥补，但是你不给我机会，我只能暗中偷偷照顾你们两母子。笑话，你什么时候照顾过我们？在子杰10岁之前，我已经偷偷找人照顾你们两母子。事情过了这么久，你想怎么讲都可以。23年前，你在一次幸运抽奖里面中了大奖，拿了5万块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一次的幸运抽奖是我特意安排的，因为你一直不肯用我的钱，我只能用这个方法。还有，夜总会生意不好，快要倒闭，我怕你失业，偷偷拿了一笔钱入股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让老板让你成为那边最红的歌星。之前我还找他们拍了一些录像带，我都存在这手机。当我想念你们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看看。你不相信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我记得当时子杰的一个同学嘲笑他没有父亲，他生气把那个孩子给打了。对方的家长很生气，坚持要那个校长开除他。我开了一张支票给对方，希望他们能原谅子杰，他们也答应我了。但是后来他们把支票还给我，说的是因为子杰的母亲感动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不再追究，原谅子杰。原来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恩重照顾我们。你知道吗？自从我知道你求对方的家长这个事之后，我才明白到，原来你比任何人都更爱子杰。纵使没有我这个父亲，你也能一个人把自己给带好。这么多年都是我的错，让你们受苦了。今天我想认回子杰，我只想尽一点父亲的责任。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和你抢子杰的，我不会逼你的。纵使你现在依然不想让子杰来认我这个父亲，我也不会勉强你。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让子杰离开新加坡，好不好？小心烫！哇，好吃的话，我晚上在雅梯多煮一点给你吃。子杰啊，一定要尽快把病养好，多吃点东西。到你出院的时候，爸爸亲自来接你回家。回家回哪个家？傻孩子，当然是回我的家了。可是你妈妈已经答应了，到你出院的时候啊，到我家住。真的啊，妈咪？哇，你真的是 best 哎！所以你要赶快好起来。放心吧，妈咪，为了赶快回家，我一定会赶快的好起来的。谢谢你啊，春风哥。
我又没做什么，是张先生的诚意打动了你妈妈。妈咪，爸，我现在实在是太幸福了。来，这边。外婆，你知道吗？惠善已经回到那个人的身边，现在就连子杰也要回到他的身边。那你也回去咯。我精心策划了那么久，让他的孩子回到他的身边，再离开他，就是让他常常失去亲人的滋味。没想到他的孩子那么快就跟他团聚了。妈死得这么惨，他凭什么活得那么快乐？过去的事，别再去想它了。这都是你妈的命。我是不会认命的。既然老天爷不收拾他，那就由我来收拾他吧。对了，这个文件好像还有另外一份的是吗？哦，对啊，阿妮，在这里。对对对，是这份的。老板，你对这个 The Grand 收购计划书有什么看法？我是觉得他们提出的条件真的很不错，而且这块地反正是空着的，不如卖掉算了。我不缺钱，他们的价钱开得再高，对我来说也是数字而已。对你来说的确是数字而已，但是对很多需要帮助的人，不只是数字那么简单啊。听你这么讲，看来好像有想法，说来听听。我是觉得，如果你把这些钱拿去投资一些医疗设施，就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啦。比如我妹妹啊，如果不是你那5万块，她根本没有办法去动手术，现在也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把这些钱拿去做善事，就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，不是比把钱放进银行更有意义吗？你都说成这样了，如果我还无动于衷的话，那我还算是人吗？我不是逼你卖地啊，我只是有感而发而已，不用太在意我的想法。没事，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反而我觉得你讲的蛮有道理。The Grand 这个计划书，我会考虑一下。那我先出去了。Hello, Wesley。京东，终于等到你的回复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等你那块地，等到景象都长了。The Grand 的那块地就在我地皮的旁边，这么大块地还不够用，竟然还要买我那块地，我真的想不通。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我想建个高级住宅区，必须加上你那块地皮，才能成事。荣哥那块地我是不会卖的，所以你不用再找人来当说客了。那，你约我见面的目的是什么？地我是不会卖的，不过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作。什么意思？我是想跟你一起合作，投资这个项目，但是我不想建高级住宅，我要发展一个医疗中心。没问题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再见。李律师，不要忘记我的佣金啊！
对不起，uncle， 我还是不能让张庆东卖地。没关系，张庆东愿意跟我合作，已经算是跨出很大的一步。可是他所提出的合作计划，和你原来的计划不一样。他想玩，我就陪他玩玩。我会想办法得到那块地，而且1分钱也不用出。你的意思是吞掉张庆东的地啊？终于回来啦！宝贝啊，你动作可以不要这么大吗？你还没好哎。没事的，回来了，什么病都好了，没事的。爸妈可以跟我一起住吗？当然好了，如果你妈妈愿意的话。我只答应让你回来，我没有说过要跟你一起回来。哎，姐姐，别为难你妈，进去。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那么吵，原来是美兰和儿子回来啊？什么？你们也要搬回来住啊？我可不像有些人这么没骨气，不靠男人就活不下去。宝贝啊，我要走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有人欺负你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会帮你出气的。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的儿子的。哎妈，你留下来吃饭吗？不要啦，我看到某些人呢，我会消化不良的。抱一个。拜拜。拜拜。姐姐，回房休息。家教。哎。嗨，妈，我们开会，你进来干嘛？你们继续开会，不用理会我呢。那我们开始了。这一季行销部门的业绩不是很理想，希望大家能够想出一些计划来刺激业绩。业绩不达标就表示主管办事不力。如果让我的惠山来管理的话，我保证业绩会一飞冲天。惠山刚刚加入园艺这一行，还有很多东西不是很熟悉，经验方面欠缺一点。他没有经验，难道你有吗？据我所知，你只会种花草树木，大学文凭没有也就算了，连管理行销的文凭也没有一张。子源如果继续让你管理下去，迟早会关门大吉。阿姨，我们在开会，请你不要打扰。讲不过我，想赶我走啊？你搞清楚，惠山才是东哥的亲生女儿，你只不过是个养子，凭什么坐上这个位置？妈，别再说了。我说的是事实啊。之前是因为东哥没有找到继承人，既然现在你已经回来了，他就应该把位置让出来。无论文凭还是管理经验，你都比他强好几倍，他还有什么资格坐上这个位置不放？阿姨，请你出去。你还想赶我走？我看你是搞不清楚状况，应该离开的人是你。妈，你先出去吧。我为什么要走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来的正好，东哥，他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以为他是子源的主管，就对我目无尊长，要赶我走啊！你赶快把他炒掉。这个主管的位置，非例行莫属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。你为什么那么偏心？惠山才是你亲生的女儿，她只不过是个养子，跟张家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谁告诉过你他跟张家没有任何关系？你给我听好，例行是我的亲生儿子。最后还是选择停顿，你没问，我也没吭声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关了灯，不让你察觉眼角的余温。
你的世界有几扇门？时间久了，是否也染成最后是路过，还是被困？谁又会是那个住下的人？你在我的世界留下了指纹。